这一路曲折又漫长，有许多鸟语和花香，忘了他曾走在你的身旁。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忘记他。在人的海洋听一听你的脚步，别把爱丢下迷了路。松开已久的手，可以再次紧紧握住。听一听你的脚步，等一下身后的幸福。空了太久的心，可以再次拥有它的爱情永驻。这一路曲折又漫长，有许多鸟语和花香，忘了他曾走在你的身旁。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忘记他。听一听你的脚步，别把爱丢下迷了路。松开已久的手，可以再次紧紧握住。听一听你的脚步，等一下身后的幸福。空了太久的心，可以再次拥有它的爱情永驻。定重，我衣服呢？我从来没有见过人中奖。我衣服呢？衣服找出去，去找他。我从来没有中奖，哥们儿，我也很缺钱。哥，干嘛？那现在不是我老婆了。如果我要再去，他是不是会认为我是冲着钱去呢？啊？有良心。你让不让我去？你让不让我去？你让不让我去？哥，你让不让我去？弟弟，听我跟你说，这个，我们肯定有很多毛病，但是我们是这个真心的对他们好。这个你跟石江肯定没想明白，你想真心的对汤美玉好，我也真心的想对燕燕好，但是我们没做到，对吧？钱就是个屁，不是去分钱，是去分快乐。你跟他说，你说你中奖了，中了1000万，这1000万呀，以后就算他妈离了婚，也能让你衣食无忧，可以养儿子。你跟他说，给我1分钱，给我1分钱，这1分钱。是我们以前曾经所有度过的岁月，是我们共同的快乐，听懂没？你带我去。听懂没？走吧，快他们去！我走了，去，我走了，去！拜拜，哥。你穿衣服啊。有时你需要迅速锻炼，花精纯魔力熏白含3倍蓝光熏白因子，一次刷牙灼热炫白笑容。
你躺这儿干嘛？你走啊！走呢，老公救你了！妈贱人！我来救你了，救你了！谁呀？谁呀？我啊，小汤，我海东啊。你怎么来了？打你手机你关机，家里电话你又不接，老曹在我那儿都快急死了，他急得都昏过去了。喝多了吧你们俩？我告诉你一件惊人的喜讯，这说。你还不让我进门了？哦，这有一包那个老曹的东西，刚好你来了，带给他。我不管，我又不是来取东西的。小汤，你听我跟你说，是人就犯过错，尤其是男人，男人怎么能保证一辈子注意力那么集中呢？他总有这种晃神的时候吧？哦，他犯了一个错，他就不能回家了，你就不能原谅他。我说的对吧？你说的都对，你做到了吗？你也没有原谅焦艳艳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她的出轨当成也是偶然的、可以被原谅的错误呢？小汤，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个你们俩呀，和我跟焦艳不一样。曹乾坤是我这么久的哥们儿，他撒谎我看得出来，他难受我也看得出来。你听我跟你说，他是真心真意的爱着你，爱这个家，爱孩子。他确实犯了错，他现在非常非常的后悔。如果你往后退一步，给他一个机会，你们俩以后一定会非常幸福。海东，我真的做不到。你既然都想得这么明白了，你也没有做到能够原谅焦艳艳，你凭什么能要求我一定能够原谅曹乾坤呢？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法庭见吧。哎，你看。我想跟你说那个好事还没说呢，你儿子我看见那一张条，你们中奖了，1000万。真的喝多了，回家吧。贱人。你怎么睡这儿了？我喝多了，你不睡沙发吗？我尿了个尿，我就爬上来了。哥，你家厕所特棒，门一开灯就亮，门一关灯就灭，特别棒。门一开灯就亮，没这功能啊。喂，我是小刚，我们老大让我通知您，说汤美玉离婚那个案子啊，他会和罗莉律师共同代理啊。您要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可以打电话问我，我现在不是他的助理吗？还有啊，罗莉律师呢让我告诉您说，汤美玉离婚这个案子，应该没有和解的可能性。那挂了。贱人，心眼他妈大点！我都说我错了，你还骂我？潘小刚，人五人六的。咋的了？你的离婚官司现在由吴文辉全权代理，潘小刚负责通知我一下。
你干嘛又用我牙刷啊？蓝的不是我的吗？我给你的是粉的。没事，我不嫌弃你。哎，你说我离婚案子那么小，吴文辉上，他至于吗？还是在跟我作对。他打赢了我，就可以在萝莉面前塑造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贱人，你这样，你如果没信心的话，兄弟，我陪你一块打这官司。我一个人打赢面还大点儿，你自己忘了你大学怎么被开除的吧？贱人，说的好像你每场官司都赢似的。我没输啊，你自己离婚那个你忘了？那是我前妻啊，我让着她。萝莉是你前妻啊？哥，我跟你说，你要跟吴文辉比的话，我估计你还真悬，人家从来没输过，包括自己那离婚的案子都没输过。你知道吗？他老婆那时候一直想跟他离，但是他就是不离，最后他使了一招就离了。啥时候啊？你来听吧。我跟你说啊，吴文辉可够孙子的，他呢常年不搭理他老婆，而且他还给他老婆找了一小帅哥，最后顺利离婚，啥都没有给人家。又看彩票，来，离婚起诉书我给你弄好了，你看要没问题就这样了。我不想看了，就按你写的这样吧。最后再问你一次，真就这么决定了？罗莉，我看过一个调查，说中国人呢有2个离婚高潮，一个是春节过后，一个是高考过后。这春节过后离婚的人多半都是年轻人，因为一些日常琐事啊，比如说今年去谁家过年，就这样导致离婚了。高考过后离婚的多半都是中年人了，属于冰冻30非一日之寒啊。总想着等孩子18岁了，考上大学了，夫妻俩再离婚。我是真心不希望我的婚姻也是这种，我也不想把对方拖到那个时候。我觉得2个人如果在一起都不幸福了，何必在一起凑合呢？我明白，我也理解。你俩上大学的时候那些甜蜜幸福的画面，在我脑子里像过电影似的。真没想到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说真的，我一点都不想结你们这案。洛莉，我是真的不想跟他再有任何瓜葛，以免节外生枝，我才拜托你当我的律师，不然这官司我自己都能打。你这官司不复杂。孩子也没满2周岁，抚养权也是你的。反正你除了离婚和要孩子也没别的诉求，只是，其实也不用我提醒你，曹乾坤是过错方，你是有权利向他索要赔偿的。最珍贵的感情都没有了，这是什么都赔偿不了的。我什么都不想要。我现在就想跟他顺顺利利的离婚，但你也不能只顾现在不管以后啊。这种事情上真不能意气用事，你还有这么大一孩子要养呢，你也好久没工作了，你连积蓄都没有，以后呢？以后怎么办？想那么多干嘛呀？接着研究我的彩票呗。彩票要是能发家致富，母猪都能上树了。
记住一点，你咬定牙说你深爱汤美玉，只要法官不能认定你们的感情破裂，他就不能判离。关键现在我跟石江不是那什么吗？没证据啊，人美玉都找他去了。没有捉奸在床，那就是没证据。完了，你说我要是编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怎么样？你说说看看。我得了绝症，我不告诉美玉，我自己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我跟石江好，完全是让美玉知道，然后让她对我彻底的死心。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我所有的钱都给美玉，让美玉开始她新的生活，然后完全的把我给忘掉。怎么样？那石江能在法庭上帮你圆这个谎吗？不能。我有短在石江那边。什么短？照片。什么照片？你刚刚看这个照片？那你不是拍的是石江吗？有我的。你有啥好拍的啊？那你不懂生活情趣。那得要回来啊！咋要啊？你想删就删吧，反正云端上有的是。石江，这个咱们开诚布公的聊一聊，好吧？我知道你跟老曹啊，肯定是两情相悦，啊，但老曹和我从小一块儿长大，他这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你说他要本事没本事，要责任心没责任心，就算你真的让他跟小唐分开，跟你在一起，你就不怕？啊，他哪天把你这些家当给你败光了？哎，就算是他跟你在一起以后，在你的教育下改邪归正、事业有成，他今天能甩开小汤和孩子跟你在一起，你怎么就能知道他跟你在一起以后就不会跟别人跑啊？对吧？石江，你听我一句劝啊，我不管你存了多少，你抬抬手。把你存的这些删了，好吧？给他一个活路，给你一条退路，以后咱们大家还都是朋友，行吗？这个世界上，有人喜欢吃 cheese， 有人喜欢吃臭豆腐，我就是喜欢吃臭豆腐的那种人，我就好这一口。这样，石江，万事有商量，你开个条件吧。如果我要是把这些照片上传到网上，他们会说我是道德败坏。可是如果我要是跟你谈成一个价钱，做了这笔交易，再被你录下来，那我就是敲诈，这点法律常识我还是知道的。你到底要怎么样？我知道你很想打赢这场官司，不仅因为曹乾坤是你最好的哥们儿，还因为你想通过这场官司从吴文辉那里把萝莉赢回来。既然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官司，它是你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成败，那我们就好好聊一聊。
我现在倒是有一个机会，就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得到了。几个意思啊？明白了吗？不是特别懂这个。你是这个意思吗？可能吗？可能，我可能吗？有可能，石匠也有可能。一定的。那我现在就去。行了。瞎做嘛。不用担心，石匠闲的，把照片拿出来，他自己不做人了。哎，你就记住一点啊，咬定牙，说自己依然深爱着汤美玉，并且你得保证，以后一辈子对她好。我一定的。那就打。我国婚姻法第3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应进行调解，如感情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可我的当事人对女方仍有很深的情感，女方也仅仅是因为双方之间的误会而一时激动，所以双方不是不可挽回。我的当事人汤美玉和曹乾坤夫妻关系确已破裂，破裂的原因在于男方有外遇，做了严重的伤害了夫妻之间感情的事情，没有修复与和好的空间，应准予离婚。你凭什么说我们破裂啊？你有什么证据啊？尊敬的审判长，我不同意和我妻子离婚，因为我们的感情还没有破裂，而且我们是奉子成婚。他的意思是，婚姻基础比较牢固。很显然，男方结婚的目的并不完全出自于对女方的感情，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未婚先孕、奉子成婚的基础上建立了这场婚姻。这样的婚姻基础通常是比较薄弱的。罗丽，你什么意思？啊？那就是美玉怀孕了，我就不娶她是吗？我们就不要这个孩子是吗？你是想让我的孩子没有爸爸跟妈妈是吗？我的当事人提出离婚诉求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正如你自己所说，你们是奉子成婚，成婚之后，被告经常以工作忙、加班为理由，实则是和其他女性在外过夜。我们这儿有酒店的刷卡记录为凭。我的当事人多次努力，曾经试图挽回夫妻感情，甚至心力交瘁住院，但被告始终没有露面，不管不顾。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他是什么情况。我不是说没有露面，我只是心里头乱，我出去待一待，而且当时那个地方是没有信号的。我真的不知道，我如果知道我的妻子生病的话，我一定会赶回去看她的。审判长，原告还有新的证据补充。我们这份证据是在休庭的时候拿到的，我想这些证据应该证明双方感情确实已经破裂了。准许恢复法庭调查。我提醒一下被告，这份快递的寄件人叫石江，这份快递里头有男士 T 恤、袜子、剃须刀以及安全套，其中还附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原物退还，包括你老公，但建议您慎重回收，祝幸福。我想请问一下被告，石江女士是谁？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她为什么可以从自己的住处给我的当事人寄出一箱你用过的个人物品？她的卡片上写到说原物退还，包括你的老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你和这位石江女士一直保持着婚外的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呢？
被告，请回答原告代理人的问题。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跟这个石江女士的关系，但是我承认我那个时候是一时糊涂，但是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一直住在我的律师家里头，我没有像刚才对方辩护律师说的那样。那么也就是说，你承认你和石江女士确实存在同居关系，从而导致了你和我的当事人汤美玉女士夫妻感情破裂，是这样吗？罗丽，我没有承认我跟她有同居关系，而且你凭什么说我们感情破裂？你结过婚吗？你知道什么是婚姻吗？美玉，这是你朋友，这是你闺蜜是吧？你可以跟他们过一辈子吗？你可以跟他们过一辈子吗？如果，那我们的孩子，他们可以养我们的孩子一辈子吗？我就想问问你这个。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听到被告对自己所犯过的错误忏悔，向我的当事人汤美玉请求原谅。我们甚至连一句对不起，我错了都没有听到。所以我的当事人认为，被告不值得爱，这样的婚姻也不值得去珍惜。我的当事人不善于表达，但这并不证明他不深爱他的妻子。他担心他的妻子在离婚以后会遇人不淑，这更说明了他深爱他的妻子。小汤，你比我更了解曹乾坤，你可以认真的想一想，你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他当然犯了错，但是所有错的责任都在他吗？他在乎你，在乎到连失业都不敢告诉你。那站在他的立场，你是不是也可以想想，在整个婚姻过程当中，他是不是也感觉到孤独和无助？这些天他一直住在我们家，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我可以证明他依然深深的爱着你。作为他的代理人，也作为你们俩共同的朋友，我想劝你，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你可以认真的想一想，你现在做出一个冲动的决定，也可能就放弃了一个承诺爱你一辈子的人，也可能就放弃了你未来应该有的幸福。两个人能结为夫妻很不容易，被告是有些错误，但是你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呢？让他以实际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呢？我有个问题想问被告。被告曾经一度非常想要离婚，为什么突然间放弃了这个想法呢？因为我没有真的想离婚。那你怎么解释你曾经委托律师和我的当事人商谈协议离婚的事项呢？2006年，美国 CNN 曾经采访过一对老夫老妻，一位是102岁的丈夫，一位是101岁的妻子。当时他们的婚姻已经持续了78年。我的问题，请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曾经向我的当事人提出协议离婚的要求呢？一位婚姻专家写了一本书，叫做《幸福婚姻法则》。他请这对当时创造了世界最长婚姻记录的老夫老妻来做推荐。这对老夫老妻在给专家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即便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婚姻，一生过程当中也有200次想要离婚的念头和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想法。我的当事人有过1次想离婚的念头，这能说明什么呢？被告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的当事人中的彩票的？中不中彩票，跟我离婚案有关系吗？很有关系。你有了外遇想离婚，但是没有资格提起离婚诉讼，因为法律规定，女方在分娩后1年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你玩失踪，不和妻子对话，然后全权委托给律师来办理协议离婚。而在你妻子犹豫的时候，你又以冷暴力对待你的妻子，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直至以分居的方式使你的妻子忍无可忍，提起离婚诉讼。但就在你收到法院传票的当天，你的妻子买了彩票，而且当天晚上开奖就中了头奖，然后你就改变主意不离婚了，还口口声声说对你妻子有感情。我想问问你，你到底是对你妻子有感情，还是对头奖有感情？你能不在这胡说八道吗？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的妻子中了彩票？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我的离婚官司跟彩票有什么关系。你刚才说的不知道，是指不知道什么？是指不知道你妻子买了彩票吗？中奖当天晚上，你的代理人迟海东给我当事人代理人罗丽打了一个电话，说有急事找我的当事人，然后电话被你接了过去。你还记得你当时说了什么？我当时很担心他电话打不通，所以我打到罗丽那儿。我只是担心他，我没有别的。怎么了？你跟罗律师说，迟律师记性非常好，过目不忘。他曾经看到一张便签，上面写了一组彩票号码。我的当事人告诉迟律师，这组号码是孩子选的，他要去买彩票。就在当天晚上，迟律师发现这组号码正是中奖号码，所以你问罗律师，我的当事人到底有没有买彩票？你还说如果买了就中了，是头奖。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被告，你先知道石江是一位富有的女士，然后你才追的她是吗？你以为我是吃软饭的吗？姓吴的，你要干嘛？我问问你，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你不就是想讨好萝莉吗？好，萝莉，我告诉你啊，你千万别被他的伎俩所骗。你身边坐的这是一个人面兽心、狼心狗肺的人。我跟你说，他连迟海东的一个小手指头他都谈不上。人家迟海东天天在家拿一个望远镜看着你，人家做梦的时候也喊着你的名字。可是他在做什么？我就问你，他在做什么？他不值得你爱，你知道吗？法官，被告言辞过激，谩骂律师，已经严重超出法庭辩论的范畴。被告，请你坐下，请你控制自己的情绪，注意法庭秩序啊。我的当事人这几天一直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也从未曾联想这1000万彩票跟他的未来有什么关系。在中奖的当天晚上，我曾经劝我的当事人说，他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去看一下他的妻子，一是表达祝贺，二是表达他积压已久的感情。他走到门口，他又回来了，他跟我说他不敢现在去，他怕你会多想。他怕你会觉得他是因为这1000万彩票去的。小汤，你和老曹这么多年，你可以认真的想一想，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难道真的抵不过这一张彩票吗？原告的代理人一直质疑，我的当事人是因为这张彩票而不肯离婚的。那好，我可以要求我的当事人当庭写下协议书，承诺在婚姻中所有的财产，连同这张彩票，均归女方所有。我现在就可以问他。我愿意。小汤，老曹已经同意，婚姻中所有的财产均归你所有。如果在今后的婚姻过程当中，由于他的关系导致婚姻关系破裂，他将净身出户，你现在还会因为这张彩票担心吗？原告，如果被告愿意和你签署一份这样的和解协议，那么你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你们夫妻的关系，同意调解和好？如果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作为原告，半年之内是不能再起诉离婚的。如果你想再离，就要过半年。罗老师，我听您的，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如果他对你有感情，即使你们离婚，也不妨碍他对你有感情。如果他对你没有感情，你就是故意说两句吗？他没感情，一直都你说。婚姻不光是感情，还有很多义务，比如你们是夫妻，他跟别人借钱，那么这个钱就可能算到你们夫妻共同的债务上。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先离婚，离完以后，先把财产分割清楚，双方财务独立。如果有感情，还可以走到一起，哪怕是复婚。如果不离的话，要是他对你另有所图，到时候你就可能人财两空。这是我的个人建议。不许置气，也别幻想未来，要说就说掏心窝子的话。
尊敬的审判长，我能讲2句话吗？准许。首先，我对我刚才的鲁莽行为作出道歉，非常对不起。人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在我和美玉的这段婚姻当中，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我记得我们是相识在大学里的，那个时候她是所有人眼中公认的校花，是所有男生心目当中的梦中情人，我也不例外。但是有的时候，生活就像是一场魔术，把我们俩变在了一起。我知道，很多人都说我其实没有那么优秀，而且也配不上。但是我一直坚信，我会握着她的手一直走到最后。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么想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美玉第一次看见我的眼睛，我就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最幸福的男人。我从来没有奢望过她能嫁给我，可是我真的娶了她。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有今天这样的一天，坐在这块儿来打我们自己的离婚官司。如果我早能知道这样的话，我宁可我们当初没有相遇，因为这样的话伤害他的人不会是我。就在今天早上，应该是昨天晚上吧，我躺在床上在想，如果要是能地震、火山爆发，甚至是世界末日，那该有多好！这样的话，我就不用第2天站在这里残忍地面对现在的一切。我想着想着，天就亮了。没有发生天灾，天空比任何时候都晴朗，阳光比任何的时候都刺眼，直接刺在我的心里头，让我无处藏身。还能说让我坚强？好，我坚强。美玉，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和你说过，我是从一个小地方出来的，条件没有别人好，也不可能满足你很多的愿望。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的优势，是因为我个子比别人高。我当时说，如果天塌下来的话，有我为你顶着，我会好好保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伤害。但是我没做到。